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要打卡的建筑是三亚的美丽之冠。这个地方呢是集商业、住宅、酒店一体的，所以我身后的建筑啊，它是由不同的几栋大楼组成，它的形状像一棵棵的大树，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打卡的就是它。大家来的时候啊，可以自驾，也可以骑摩托车。但是可能骑摩托车的话会更加的方便跟便捷，当然这附近也有非常多的停车场。然后大家跟着我的镜头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从正门口进来以后啊，这里是一个很大的商业体，然后这个广场也是特别大。我们看一下它的第一座楼，其实它应该晚上会有灯光，看上去会更加美丽，白天呢会更加清晰一些。这边是由不同的1座、2座、3座、4座、5座、6座，这是我目前可以看到的。中间还有一座是7座。那之后我们跟着镜头一起走进去看一看，到底是怎么样的呢？现在我们来到了第一颗建筑的下面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哈，它的树干是由一些金色的玻璃组成，往上走的棕色的是树干，然后每一层都有不同的酒店与房间。然后美丽之冠的大树呢，它的主体建筑总高度为108米。美丽之冠的建筑啊，它的造型独特，其外形像一棵大的树冠，然后矗立在三亚的市中心。然后周边的一些配套设施啊、出行啊都是非常方便的。当然，这里也是以前特别火的世界小几的选拔赛的主要的举办地点。那我们继续往前。我是在三亚这里租了一辆电摩托车，每天的话是45元，会有200的押金。那我们现在已经到达小区的门口，我们现在徒步进去看一下。其实整体的小区的环境啊，它的树木的一个覆盖率是非常大的，而且这里特别的凉爽。当然，凉爽的同时，我觉得肯定是有蚊子的。那现在大家跟着我的镜头，我们一起去看看里面的具体情况。其实一进来啊，小车是，应该是可以通行的，但是电瓶车是不允许进入的。但这个小区给人的感觉的话，好像入住率不是很高。但这个酒店在各平台的一些价格也是相当的优惠的。所以有利有弊吧。如果一家人想要住的便宜一些，然后环境也还不错，也是可以选择这里的。当然，这里离海滩的话，可能会稍微远一些。一直往上走，其实是一个小小的山坡，它有点像是建在一个山坡上面，然后开垦出来的。其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，以前有特别多的美女，然后住在这里，在这里比赛，非常的美啊。我们看一下，其实如果有密集恐惧症的人，看到每一个阳台的设施建筑，会有一点不适应的，看久了也会不舒服眼睛，因为它太密了，主要是由棕色、白色，然后又有单独的眼镜，每一个楼层像是有一个眼镜一样的。我们可以看一下。很壮观哈，小区好像也是有一些接驳车的。风很大，这里很凉爽。我们现在是上到了16楼的一个酒店哈，然后我们来可以看一下，其实从楼层里面看出去啊，整个小区的绿化，然后环境都是非常美的。然后在不远的地方还有一个游泳池，也是可以去游泳的。旁边的一些夜景啊，也是非常美丽的。那我们去看一下酒店的房间是怎么样的哈。大家可以跟着我的步伐。我们进来酒店后，左手边它是一个独立的卫生间、洗手间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面积可能会比较小啊，但是进来以后，整体房间的布局呢还算不错，比较紧凑。然后有一面镜子可以换衣服，然后我们再往外
也可以看一下整个小区的景色。整体的夜景会相对比较漂亮，整个小区也是比较阳光也充足，然后间距也特别宽，配套设施还是比较完善的。然后它的价格还是非常划算的哈，因为我刚才有咨询了一下，如果是日租的话是88元一天。然后短租就半个月左右，可能它会在价格控制在80一天，然后1个月可能在70多块钱都能解决掉。所以如果是一家人想要来居住过半个月左右什么的哈，可以考虑这种类型的酒店，因为它是一个配套设施也完善，然后酒店的价格呢也是非常OK 的。我们去看一下走廊的尽头哈。尽头它也是一个很美的风景，可以看俯瞰整个的河边的一切美景。我们已经从酒店的房间出来了，现在沿着整个小区，我们来看一下。但整个小区绿化的一个覆盖率真的是非常大啊，然后整体小区也是非常凉爽的。也没有像外面这样子闷热，风很大，因为它是靠近河堤的，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很不错的选项。如果想要成本低呀，然后价格低，然后又能开心心玩的话，其实这里是很不错的首选。刚才呢，我也问了酒店的前台，因为刚才那个房间是比较紧凑，它的单间的房间跟那个房间是差不多的形状。当然，如果你是一家3口或4口、5口这样子，他们也有那种套房。套房的话，就相当于是有一个大床，还有一张小床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可能居住的空间会更加的美，更加的方便，更加的便捷，因为它空间会大很多，而且它整个那个套房都是靠整个河堤的一面的。我挺喜欢这里的，因为这里吹着风，然后有很多树木，然后又比较遮阳，也不会很晒，所以这里是我下次会选择的一个地方。因为价格对于我来说目前是非常具有一个诱惑性的哈。但整体好像的入住率不是那么的大，基本上都是游客可能会比较多，而且如果是家里有小宝贝们的，这里小孩的配套设施也是非常完善的啊。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，它的整体建筑都是一个颜色的。要是小区可以骑行，那就更完美。那这也是一个独栋的酒店吧，应该算是。那我们继续往前。而且在三亚哈，它很多树是我以前没有见到的各种形状的棕榈树。它跟广东那边不同的是，它的路边很少能见到芒果树啊或者怎么样的。但我们在广州的时候，路边常见的树就是芒果树会非常的多。前面还有一栋低楼层的像庄园的一个小楼房，很欧式哈，这个建筑。就这一个小的城堡，看着像。绿化真的很好，我要是住在这种小区，我觉得每天下楼散步、跑步，心情都会非常美丽。我减肥肯定是能成功的，因为整个小区环境真的很舒服，空气也很好。虽然说也很闷热，但是对比广东来说，因为我长期生活在广州跟佛山附近嘛，对于那边天气来说，这里虽然很闷很热，但是它的风很大，整个空气呢不会像广州那样子
全是热空气，它的空气啊，它的风啊，都是很凉爽的。看一下有个金碧辉煌的反光，有没有看见大家？好的，那我们这一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期待大家继续观看我的下一期城市地标打卡分享，再见。